我叫孙萌今年刚满32岁，我是去年12月底来到加拿大的现在快1年半了。然后我刚刚从Langara 学院的 WMDD 项目毕业。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在温哥华生活了一阵子之后他听说这个学院在当地的声誉很好，然后他就建议我，如果我想要学这个专业，可以去查查他们学校的这个产品设计的专业。然后我在这个学校的网站看到了这个专业的介绍以及他们的课表之后，我发现他们这课表的设计特别的实用。一个是它会让你跟程序员一起上课。因为我之前在互联网行业是从事 user experience writer，然后还有运营相关的工作，然后我知道跟程序员合作是这个工作的一个很大的组成部分。然后我觉得能跟程序员一起上课，然后一起做项目，可以让我理解他们是怎么工作的，然后对整个职业的成长是很有用的。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个专业的这个的设计很有特色。然后另外就是我觉得他们的课表设计的很实用。一个是它很全面，它涉及了产品设计会涉及的各个方面，比如当然最重要的是那个产品设计 user experience design，然后还有graphic design 都有涉及。然后而且最重要的是它会有一些实践的课程，比如是每一学期都有一个做项目的机会我觉得这个对学习来说非常重要，就是你要上手去实践所以在研究了这些之后，我觉得这个项目很适合我。我觉得我的申请过程还是比较顺利的。我觉得他们这个专业的网页设计做得很棒，然后他会在你申请之前先把你所有需要的东西告诉你，然后你就按照他们网页上写的东西去准备就好然后他们的审核的那个过程也很快。然后我觉得如果有什么建议的话，就是我当时申请的时候，ChatGPT 还不是那么好用，我有点记不清当时是我还没有账号还是怎样，反正当时我是在专门写文书的网站上去付钱去请了一位专业的文书老师去写我的文书但是我觉得现在因为有很多那个 AI 可以帮你写了嘛。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AI 只是辅助工具，你写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注意去强调你自己的过往的经历和你的经历是跟这个专业的匹配程度以及你的能力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让它看起来不要特别像个模板，然后写的有自己的特色。然后如果有作品集的话，我觉得在作品集里要体现自己的这个潜力也是很重要的。我觉得对，差不多就是这样。我觉得最宝贵的学到的技能就是产品设计吧。因为我觉得这个项目很吸引人的一点就是，这个是我进来之后才知道的，就是我的同学都是非常专业、能力非常强的产品设计师或者程序员，然后他们都要么是很有经验，要么是很有天赋。然后我在做项目的过程中，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非常多的技巧，然后以及一些很实用的一些理念之类的。所以这个加上我们这里的老师还有学生助理，他们也都是在这个行业有非常多的实践经验，所以他们教的东西也都特别的实际。然后这两个相结合来说的话，我觉得我真的学到了很多产品设计的相关的技能。
其实我们在这个项目期间一共做了3个产品，然后我们对每一个都感觉到很自豪。但是可能最后一个项目就是我们的毕业项目，是我最自豪的，因为在我们的项目组是从第2个学期就组起来，然后我们已经到最后一个学期，我们已经一起合作过2个产品了，然后大家相处的都非常愉快所以这个产品的设计过程虽然是很难，然后我们也经历了很多的迭代，然后要不停的切换这个思路还有就是可能有的功能我们设计了一半，但是却最后也要放弃，这种就是反复的迭代。但是因为这个过程大家都是互相理解、互相支持，所以这个过程我非常享受。然后最后的结果也是特别好的。我们的项目在最后的项目展示上获得了观众和评委的一致好评，拿到了 Best in Show 的 Award， 然后还拿到了最佳程序奖所以这个是我最自豪的产品。我觉得对我来讲，因为是刚来到这个国家嘛，所以我谁也不认识，所以我觉得每一次上课对我来讲都是一个network opportunity。然后因为像我刚才说的，我的同学他们都是非常有能力，然后非常有天赋的设计师，所以我几乎每一次上课的期间都跟他们闲聊，然后大家就互相分享经验我觉得这对我来讲都是很重要的学习的机会，然后我也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然后我们如果有工作的机会或者找工作的经验，也都会互相交流然后其他的学校也会组织一些 network events。然后最近的一次是在我们其中一个老师的上班的公司去做的。然后那次我们邀请了很多的业内的很有经验的人，然后他们也是很乐意跟我们分享他们的各种产品设计经验、找工作经验。然后我觉得那个这样的活动是对学生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然后我也认识了很多很多有经验，然后又愿意跟我分享他们的心得体会的人。我觉得在我毕业之后，我还是想在互联网企业做一名产品设计师全站式产品设计师，就是从概念到交付都全程参与的，然后对业务非常熟悉，然后做出能真正解决用户需求的产品。